第一次充电在内华达州的伊利，离家245英里。我们现在开了400迈，到达了充电的第2站，还是在内华达州的 Wells。我们现在在爱达荷州到达了今天充电的第3站，这一站叫 Twin Falls。到达第1天的酒店，最后一站喝啤酒。现在是第2天，正在下雨。我们现在是9点，我们要出发。现在在俄勒冈州的 Pendleton 这个地方，在后面的赌场的储电桩充电。唱歌没出息。会啊，不过我只会那种让狗狗逃走的调调。没出息，小心！没出息，这么火的歌你都不会吗？本来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你会的。到达了美加边境和平门啊！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挑战开着特斯拉 Cybertruck 一路向北，从拉斯维加斯开到加拿大的温哥华。我们要看看这一路我们要花多少钱，花多长时间。我们之前不是开着特斯拉 Model Y 横穿过美国吗？我们还没有开着电车出过国啊。今天呢要开633英里，1018公里，要开9个小时40分钟，充电休息约1个半小时。这谁给你出的呀？这个时间，你这生产队的老牛都没这么干过活啊！我靠，开10个小时休息1个小时。GPT 啊 ，GPT 也没把咱当个人。行。现在是早上8点半，我们已经出发了。第一段我们要开3个小时45分钟，245英里。因为我们有自动驾驶，所以应该会比较轻松，肯定是比开房车要轻松很多。自动驾驶马上就要升级成无人监督版了，所以等它升级成无人监督版，就开起来就会更轻松。我们带着我们的 Starlink 跟我们一起，但是这个要注意晚上睡觉的时候住酒店一定要把这个 Starlink 收起来，怕因为这个 Starlink 有人砸车。因为之前我的一辆车就因为有一个行车记录仪把我玻璃砸了，就为了偷那个行车记录仪，然后我修玻璃修了好几百。其实从 Vegas 到温哥华有2条路啊，一个是15号一直走往北走到盐湖城，然后再并到我们后半段的那条路。那我们现在选的这条路呢，是比正经 Google 导航的那个15号一直往北走要少个30几迈。那这条路呢，它就比较荒，但是呢比较好走。我们现在从15号下去了，这条路就是93号，93号到后半段我们再去上84号。你看，这是一整片的太阳能板，这应该是供给 Vegas 的电吧，超级多，整个一片都是太阳能。93号旁边的这些太阳能板是供给 Vegas 市区用的吗？不完全是哦，那些太阳能板主要连接到加州南部的伊万帕发电站，总容量392兆瓦。部分电能确实会通过电网传到拉斯维加斯市区供电，不过不是专供咱们这边的。3号旁边更多是本地或周边项目用，比如辐射游戏里的那种太阳神1号。呵呵，其实现实里多半是给整个区域分担负荷。想确认具体线路，可以让车上系统帮你查下地图数据。你会唱歌吗？会呀。你给我们唱个忠孝东路走9遍吧。忠孝东路走9遍，那得从棉花田唱起。宗教东路，什么宗教东路？哥哥画的霓虹在等。我们要听那个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9遍。我只是想到，咱们这正路过一片胡杨林，叶子金得像宗教东路 MV 里演的那样。算了，不唱了，你来，我再试一遍。宗教东路走9遍，让它副歌9遍，9遍。心跳9遍，拉斯维加斯哥哥华，这样行了吧？拉斯维加斯哥哥华，
宗教东路走9遍。算了，你不正经，不正经。你不是你怎么回事啊？你自己在那说自己的，完全不听我的。我跟你说的是忠孝东路走9遍，不是宗教东路走9遍。我是要去温哥华，不是要去哥哥华。那你给我们唱一遍《被遗忘的时光》吧。好啦好啦，温哥华温哥华，我记住了。还不耐烦。时光被1万年的雪，风从飞沙河吹来，吹散我头发，哥斯拉都倒了。你的飞机还没到，温哥华，等你等成1万年的海。哥，让你唱歌不是让你读诗，让你写诗，你能会唱歌吗？好，不唱了。来不来气？我说着话，自己还在那冷笑，哼哼。然后跟他说，我让你唱歌，不是让你读诗。他还好了，哎呀，好了，我知道了，还挺不耐烦。你给我换个男生吧。换吧。Rex， 你帮我读首诗吧。吃饭啊！台北西门町逸舍酒店五龙那家，专门卖美式意式菜，像猪肋排超赞，还有周末早午餐吃到饱，牛排、哈根达斯都无限供应。怎么快到台北了 ？Rex 怎么开始跟我讲台北的猪排？他刚才说哪家好吃？哎，等等，我刚刚好像搞错地点了。你不是在内华达吗？对呀，我在内华达。我在内华达，你跟我说什么台北啊？你会唱忠孝东路走9遍吗？台湾的歌。哎，我是内华达的 Rex， 我是西门町的 Rex。东路走9分不会唱，走9分。不过换句话说，就是像这种长途旅行，有了自动驾驶，再有了这么个和你说相声聊天，也挺好。你至少你不困，你被他气得不困。若要高于6%的电量到达目的地，要保持在69迈/hour 的车速，所以它就是开得越快，它耗电越多。到达第一个充电桩还剩4%的电，我们现在 Starlink 也给关了，然后手机充电也没充了，就是为了省这个电。我觉得这条路可能弊病就是充电桩少。哦，这条路可能因为比较荒，所以。对呀，所以这条路的充电桩少，就格外的少，所以它现在剩4%的电，它也没有说给我们导一个近一点的充电桩，这让我想起来我之前在 Joshua Tree， 我当时开着 Model Y 去的，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是没有电了，然后我就越着急，我真的当时就是满身的汗，因为那一条路在 Joshua Tree 里边是没有信号的。然后也没有充电桩，必须要走出那个景区才能有充电桩。看着我那个电量一点点掉，然后我当时不知道，其实你应该开慢一点，它其实是省电的。我当时想着说，我越往外开，其实越有机会有信号，有机会叫救援。所以我当时越开越快，然后到最后到达充电桩的时候是负多少的电。然后后来我才知道，第一，像特斯拉这种电车，你开得越慢，其实它越省电。第二，它就算显示了就是0%的那个电量，其实它还有一个备用的电池，可能有个10%到15%的一个电量。这条路它下一个充电桩就是193迈以后，希望我们可以顺利到达那个充电桩。看我们这一路大太阳的，我就在想说，现在这科技都已经这么发达了 ，AI 都已经虽然还是人工智障吧，但是都已经有 AI 了。它为什么不发明一个放在车顶上的太阳能板呢？咱那个房车不也有太阳能板吗？为什么这个特斯拉没有太阳能板呢？我觉得，不一定对啊。我觉得特斯拉的能源挣利润，是它的很大一块利润。如果它要全变成有太阳能板了，谁还去充电呀？它这个太阳能板也可以卖钱呀。但我觉得是它如果说它比如说改造成一个这个太阳能充电的，它这套系统应该是挺贵的。对呀，它也可以赚钱呀。但是可能我觉得真正的是太阳能板的人很少啊，并不多。对，因为城市的充电很发达嘛。对，就你很少就是说，就像我们这种 road trip 其实是需要这个太阳能板的。但我现在发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记得咱们上次去那个洛杉矶的那个营地，它是不让你电车充电的啊。对呀，
有些营地它不让电车充电。我们上次在洛杉矶那个，我们不是开着房车和开着皮卡去吗？我们皮卡都要在外边的充电桩充电，因为你营地里边它是有电的，它就不让你充。对啊，它也是50电车。所以呢，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特斯拉，比如说它有那个后边有那个帐篷，那你比如说你像 Cybertruck， 你说你开着这个 Cybertruck 去露营，将来比如你后边加一个帐篷，那你只能停荒郊野外啊，你如果你要去停营地，那你又不让我充电，那我怎么去露营？对，上次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就是营地不让给电车充电这个情况的。对，但你记得咱们上次在班夫，咱们旁边那个车，就旁边那个位置，它就是一个停了个特斯拉，而且它就是充电了，它就是对，它每天晚上就是充电，所以就是有的营地是可以充电的，有的营地是不行。那个营地那个网站看，就它为什么不让充电？它是因为说电路套设备是比较老的，怕把电车弄坏了是吗？我觉得是他怕你使电池太多了。但你说你充满了一箱电才多少钱？也没多少钱，你也30-40块钱的啊，就是不舍得让你用电呗。对。对了，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家小狗为什么这次没带它们啊？第一呢，去加拿大带着狗，就是我们因为开的是皮卡嘛，所以住的酒店它都是不让带狗的，所以我们就想说，反正正好他们喜欢去那个寄养。昨天我们收拾东西的时候，蓝精灵就已经激动到一个不行了。我们一收拾那一个包，他就知道我们要送他去夏令营了。然后送到那一家以后，蓝精灵开心到模糊。那姑娘给我拍的所有的照片，蓝精灵都是这个样子，然后模糊的照片。壮壮就是忙着在那各种闻，他们每次去那个寄养都特开心。就原来呢，我们是觉得能带着他们就带着他们，然后自从我们找到了这家特别好的寄养以后，我们可以放心的就不带他们出门。我们这一路发现特斯拉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这个路上它不是会经过很多小镇吗？在小镇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限速的变化，有的时候是从70迈降到25迈，70迈降到35迈，这种情况特斯拉检测不出来，它一直都是限速70迈。像刚才我们这条路是25迈，因为经过那个小镇的时候它一下就降下来了，它的这个屏幕显示还是70迈，所以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还是非常的速度快。但是呢，这个情况在城市里面就没有。我们在想是不是因为这边的网络不是很好啊，信号不是很好，它没有办法。但是它不是用卫星吗？但是还好呢，富贵儿，我们是有 road trip 经验的，因为我们在这种小镇上被警察拦到过，开了罚单，超速罚单。像刚才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警察就停在路边，警察非常喜欢停在这种小镇，就是连接高速的这个小镇的这个路边，因为有很多就是看不到这个限速的变化，就直接就冲过去了的。所以大家如果在美国 road trip 一定要注意，如果路过小镇的话，他一定要减速，10次有9次一定有警察。我们打算在第一个这个充电桩充个1个小时吧，多充会儿，下一个旅程就不会那么的紧张。虽然他说充20分钟就可以，因为我们下一个充电桩是137迈。就走2步到这儿来看看有啥好吃的。小店很漂亮。一看万圣节快到了啊，这小店都是万圣节的装饰。你看它这些都好可怕啊！这也是这家店装潢好用心的装饰。House of Horrors， 闹鬼的房子。我们2个的午餐，好过了上小一点。
没有忘了，cheese和 ham， 这个小的给你吧。我来吃大的。这边有青酱、cheese， 还有 turkey 的那个肠，蛮好吃的。第一次充电花了42块4。准备好了吗，富贵？准备好了。我要走了。你戴帽子吗？哦，戴不了帽子，戴帽子自动驾驶都不行了。对，我之前戴着帽子，它自动驾驶跟我说不行，你看不着你的眼睛，因为有什么东西挡住了你的眼睛，我还不能戴帽子。上了路我们就自动驾驶啊，保持注意力。我发现呀，咱们在 Vegas 在洛杉矶开这个车已经就是不会有人看你了。我好不容易现在熬到就是大街上好多 Cybertruck 了，但是走到这种就是不是很时尚的小镇，你开车还是会有，就是只要路过一个车，他都会就是盯着你看看到底是谁开了一辆这么丑的车。我们拿这车开 Uber 去吧，说 Uber 你要拿这车开 Uber 都会点你这车的，是吗？还会要跟这车照相，还给你小费。是吗？你快去开 Uber 吧，你加油，咱们家发财致富就靠你开 Uber 了。我不使为什么不使自动驾驶了？因为刚才我在超车的时候忘记把自动驾驶取消了，我在自动驾驶上超车超速了，所以他不让我用了。他跟我说，你这次这个行程你到达下一个目的地之前，你就不能再用自动驾驶了。所以大家要超车的话，一定要把自动驾驶先取消，再超车。好，我们现在到达了第2个充电站，我的驾驶圆满结束。150迈已经开完了，虽然后半部分它没有让我用自动驾驶啊，因为在自动驾驶上我超了个速啊，所以他不信任我了，就不让我用自动驾驶了。但是呢，整个这150迈开了2个多小时，一点都不累。就算是没有自动驾驶，其实这条路也是非常好开的。我们在这儿准备充个20分钟电，再充2次电就能到今天的目的地。我们现在又出发了，我们在第2个充电桩呢，只充了20分钟的电，然后花了20块2毛4。我们因为搜了一下哈，就是接下来这条路一直到今天晚上我们住的地方，其实充电桩是比较多的，就不像第一段路程就整个都是荒漠，完全没有充电桩。特斯拉给我们规划的路线呢，就是说一站开到就是快到目的地要开200多英里再去充电，但是因为接下来很多充电桩，所以我们决定就是再加一次停靠时间，把每一次充电的时间缩短。因为特斯拉充电呢，它是属于就前20分钟甚至是15分钟充电特别快充，但是过了这个15分钟呢，它这个充电速度就越来越慢了。我们现在马上要到今天的第3个特斯拉充电桩，是在 Idaho 的 Twin Falls。这2位先生特别认真的在擦车，然后呢，他们人超好，因为刚才我们停在那边，然后那个人就过来，我们还没插电的时候，那人就过来说这2个充电桩是不好用的，你要移到我的车旁边来。他们是走过去告诉我那个充电桩是坏的，他开了2个车，他们 Tesla 旅行已经6年了。他说咱们回去的时候有一个 Mountain Home 这个城市的充电桩是新建的，他说你们一定会喜欢。这2个人是从 Vancouver 来的，我们正要去 Vancouver， 所以我们刚才在下面聊一聊天。然后他们现在在非常奋力的擦这个车，擦的特干净。你不下去加入他们这个清洁大队吗？咱们够不着，咱们这个玻璃你得蹬梯了。而且人家有那个喷的，对，它那个喷的，它是喷完了以后，就你那个虫子，还有什么灰，基本上不沾灰。咱们这上面现在全是灰。对，人家是特斯拉专业旅行的 road trip。拜。
蓝色的小车也走了，拜。哦，它这儿便宜，所以这儿充的慢。你看3毛7这。3毛7啊，然后这充的慢，那我们就在这儿多停留一会儿。反正就是背着抱着一边。对，你在这儿充的少，你在下一个地方你就得充的多。对，那是有个观景啊。我去观一下景。哇哦，这边的夕阳刚刚好照过来这条河。然后照在这个山上，好漂亮哦，好美哦！这个好像是火山岩啊砌的墙，整个都是。我记得我上次也是觉得特美。我们现在要回车上，应该差不多了。然后我们下一站就到目的地了。你看这一站还挺完美的，就是在这里，看看蛇河，还能看看景色。因为我们这一路都没有景，我们这越往北开越冷。刚才出去溜达了这么一圈，手脚冰凉，富贵都换上长裤了。他来的时候还穿着短裤呢。我们在这儿充了24块钱，我们现在打算走了，离下一个地方还有132迈。富贵说他要吃小零食，刚才买的小零食，我说那我给你弄，他非得让我擦擦手。你求人办事还要求这么高，象征性的擦擦手吧。他们要去使消毒液呢，吃不吃？餐4，一个 cracker， 配3片火腿。是吧？再配一片 cheese。饿了。不错。这个买的还挺对，特别适合在路上吃。你要配点红酒更绝。开车就算了。你可以喝呀。那你有吗？晚上8点半，我们到达了今天晚上我们要住的地方 Courtyard by Marriott。酒店还有个小超市，这也好意思叫 The Market， 但是该有的都有了，零食啊什么的，还有泡面呢。有泡面吗？有泡面，有 oatmeal、cup noodle。万豪旗下的公路边的招待所，这是我们第一天晚上的公路招待所。万豪旗下，它好处是有个微波炉，我们可以热点带的吃的啊什么的。很多酒店都有。对，这种公路边上的，也是咱们公司酒店。这也是我们员工特价优惠酒店啊。那酒店生意挺好啊，我们2个 check in， 然后放下行李吃点东西，就跑楼下这餐厅来喝啤酒来了，消除一下今天一天的疲劳。其实今天不是很疲劳，我们8点半出发，8点半到达，但是呢，因为有1个小时时差，其实我们是开了整11个小时，650迈，对，650迈还可以，明天还有650迈就能到温哥华。然后今天我们充电充了3次，然后花了90块钱，车还剩下20%几的电。明天早上就由富贵早起来把明天的电去充满。各种艰难的房车都开过的人，开特斯拉，尤其还有自动驾驶，真的 so easy。你终于可以喝酒了。它是鲜啤，也是那大的，它有6种，然后我挑了个白啤，给富贵挑了个 IPA。啊。那好吧，那明天再见。下雨了，今天好，但是前面可以看到红色的树叶。大家早上好呀，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今天我们还是要赶路啊，今天就能到温哥华。早上富贵起了个大早，去充了个电，然后早上的电便宜，1度电才2毛1，然后昨天我们白天充的电1度电要4毛9，这一下子就差出来1倍多。现在外面下雨了，
然后和昨天的景色还有温度、气温感觉就完全不一样。我们越往北开会越来越冷，越来越潮湿。现在是早上9点，实际上温哥华的早上8点，实际上咱们还占了1小时便宜，还占了1小时便宜。对，我们现在是9点，其实是应该是8点，差了1个小时，所以我们到温哥华还能赚回来1个小时。跟大家吐槽一下 ChatGPT 吧，昨天他给我们出的行程啊，就是说晚上在我们的酒店旁边充电，结果那个旁边是3个迈以外。吐槽完 ChatGPT， 再吐槽一下这个自动驾驶哈。富贵说今天他早上去充电嘛，他不是要开3个迈嘛，所以他要上高速。出高速的时候，他就是差0.3个迈的时候，他才往外并，所以他在出口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晚了，所以他是压着那个实线，然后里边有条条的那种线出去的，他就是硬并出去。自动驾驶啊，我们就想到我们在台湾旅行拿的第一个罚单，3000块钱的大罚单，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出高速压着那个地上那个线出去的，然后拿了一个3000块钱的罚单。所以这个自动驾驶要是在台湾开的话，就得又给我们拿一个大罚单。现在进入到了俄勒冈州的地界，秋景越来越多啊。我在想，咱们家能不能种点这种秋天可以变红变黄的树呢？我觉得不行，为啥？因为它可能跟水量有关系吧。你没发现，就是有这些树的地方，都是降雨量特别降雨量比较大。你去问问吧。早安。他不听起来像在抱怨早餐鸡肉没烤好，要么换份蛋，要么直接吃它。早安啊。好，我问你，拉斯维加斯可不可以种秋天会变红的叶子的树，或者变黄叶子的树？他不理我。人呢？啥？加热器用枫叶当燃料，秋天的红黄叶子虽然浪漫，但烧起来顶多当个暖心壁炉。巴士里塞一堆，还不是得罚你扰乱公共秩序？不如别整一个，憋着寒风吹空调去。它这叫啥？它这叫以毒乱回。我问的是你拉斯维加斯能不能种这个红色的枫叶的树？拉斯维加斯热成那样，枫树直接烤焦了，得每天浇矿泉水，还得给它开空调。除非你想养个沙漠仙人枫当艺术品摆门口，能火，但叶子上全是沙子，红不红另说。哎，你会唱歌吗？昨天那女的不会唱，你会唱吗？会啊，不过只唱走音版，比如《我的太阳》。哎，你个桃啊！闭嘴闭嘴！今天心情好，不听你指挥。我的太阳啊！他这是朗读歌曲，你乱读歌曲。给我们唱个没出息。会啊，不过我只会那种让狗都逃走的调调。没出息，小心！没出息，这么火的歌你都不会吗？本来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睁眼说瞎话，你在哽咽什么啦？你在哭什么哭？没出息！这么红的歌你竟然不会？我发现特斯拉这个 Grok 的 AI 太贫了，不跟你正经说话，他跟你以毒乱回不说，就他回的吧，他还是那种就是那种耍贫嘴的那种回，他不是那种，他不是那种正经的感觉。头疼。I'll let you go, just need some time. At your own pace, you need to find your way. I know now you'll never change your mind for something that matters to me. 我们现在到了俄勒冈州，开始今天的第一次充电。然后旁边呢是一个赌场，我们打算去赌场里边吃个早午餐。哦，
这个俄勒冈州还是挺凉的，比起我们 Vegas 来说，这些地方都是四季分明的啊。美国就是很多这种，这叫乡镇吗？有很多这种赌场的 resort， 所以很多房车啊都会停在这种就是 resort 赌场的停车场过夜，既有饭吃，然后呢他们也不管，还可以过夜。那赌场是个挺老的赌场了，我们就在这儿吃吧。这个餐厅看着好像还行，一进来这是什么餐厅？呵 ，Hello， 这 buffalo 酱配着挺好吃 blue cheese。富贵的 California burger looks good， 上面还有一个这是虎皮青椒吗？我的鹿肉 sandwich。你要把这个虎皮 jalapenos 给我吗？哎，让我尝尝它怎么这么软，它怎么软掉了？很厚实，一点也不辣啊！它不是jalapenos，不辣。我感觉这一顿饭咱俩能顶到晚上。我的这个鹿肉的这个肉饼很扎实，超扎实。我们这2个大 burger，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buffalo wing， 总共花了47块钱，而且俄勒冈州是没有税的，所以它这个价格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就是很便宜。因为我们那天在死亡谷吃那一顿，虽然是点的啤酒吧，$100，加上小费，那算加州啊，所以俄勒冈州吃饭也便宜，然后再加上没有税。最贵的就是我的这个鹿肉 burger20块钱。哎，这出来真的不冷了耶！是因为我吃多了吗？吃饱了吗？有热量了，身上有热量了。我们吃完饭，电正好充到98%，可以走了，花了38块钱。吃完饭又换我开了，让富贵休息一下。我今天坚决不在自动驾驶上面超车了，我要严格按照它的驾驶规范来驾驶。我要开2个半小时，180迈。我就老老实实的坐着吧，别想东想西了，就坐在这儿看前方就行了，不要骚操作。I'll let you go, just need some time. At your own pace, you need to find your way. I know now you'll never change your mind for something that matters to me. 在自动驾驶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屏幕死机了至少5次了，自己死机，自己关机，自己在开机。但是它就算死机关机，自动驾驶还在。我开了2个半小时，愣是从大阴天开到了大雨天，现在又到了大晴天啊！感叹美国有些地方真的是地大物不博，地广人更稀。那我们今天是第2次充电，我们打算在这里充1个小时。终于砸开了我的椰子，你是在地上砸的吗？不是，在那柱子上。我们刚才在这个充电桩充了1个小时，花了34块55。现在我们打算继续往前开了。然后在星巴克买了一个它季节限定的什么 pumpkin spice latte， 巨甜无比，忘了跟他说少糖了。往西雅图开。When we wake, hear the birds and see the sun. Side by side, our fears are done. Oh, the good times just begun. We know what we have, let's hold on tight. Found what we're looking for in life. Call us crazy, but things are finally right.
you and I, the future is bright. 这个就是全华盛顿州在 Instagram 上最受欢迎、最漂亮的前门。这个是 Rockwood Farm。You and I, we got it. We don't need no more. Even in the hard times, you and I can weather any storm. 这个农场好像还有马，好像还可以，如果骑着马走这条道的话，简直太美了。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这个 Rockwood Farm， 我们现在就打算往温哥华前进了。中间我们还想要再充一次电，看看停在哪里充电吧。Rockwood Farm， 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在这里住个1-2天，那就太美妙了。就这个时间段是刚刚好。颜色太漂亮了。我们其实上次来 Rockwood Farm 是我们在西雅图坐游轮那一次，就知道这里特别漂亮。然后我们就路过的时候，那时候还有点早，是10月初的时候吧，10月7、8号。然后现在来这个时间就刚刚好，但是没有，今天就很可惜没有阳光，没有夕阳。这要是有夕阳，这不就已经美到我眼睛都要脱窗了。天哪，这没有夕阳都已经这么漂亮了。这要有夕阳的话，我不敢想象它有多美。大城市，西雅图。今天这雨真够多的。这是我们在去加拿大之前，临近加拿大边境的美国最后一次充电。充着电，我俩出来看看吃点啥。Olive Garden Italian Kitchen， 好多人呢。Olive Garden 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大型的连锁餐厅，但是我一次都没来过，这很奇怪。我来美国这都15年了，一次没来过。又是这个片儿，这几天吃这个片儿吃忒多了。油炸鱿鱼，天哪！这餐不太好吃啊，这齁的我这喝了好几杯水了，太咸了。但是这个付款的这个小机器也挺可爱的，然后它那个刷卡啊什么的，它也不用碰我们的卡，它就自己 set up 好了，我们自己选，然后到最后它那个 receipt 直接从那个小机器里打印出来，然后选小费的时候是这样，拨楞选，还挺有趣的，能让我这顿不太好吃的饭最后增加点趣味性。纪念一下，我来美国15年第一次吃 Olive Garden， 然后我们这个车刚好也充完电了，这时间还是非常的完美的。我觉得能在充电的时候吃顿饭，像今天中午一样，其实就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就比干坐着好。吃完饭充了94%，花了26块钱吧。外边超级无敌冷，我们刚才走进车瑟瑟发抖，连那个座椅加热都打开了。我们俩在 Vegas 就从来没有开过这个功能啊。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前往温哥华了，79英里，要开1个半小时。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出境，然后入境。到达了美加边境和平门啊，没有车。今天周六呢。谁大晚上的入境啊？我们顺利入境加拿大了，还有6分钟到达今晚的酒店。下边还有个酒吧嘞，挺好。这是我们在温哥华住的第1家万豪的酒店，这还是给我们升级过的，说更宽敞一些。这要不升级得多挤啊 ！OK 的。看起来还是蛮舒适的，虽然家具啊有点老，但是看起来还是蛮舒适，而且是个边间。
富贵下去 self parking 了。我跟大家说说这个酒店可有意思了，它平时的这个价位呢，是因为根据就是比如说周末啊，或者是工作日时间不同，它的价位是不一样的，就大约是280加币到400加币不等。但是我们这不是有万豪的亲情卡吗？所以我们订其实很便宜，一晚上是110加币，但是它的停车费，我们是 self parking 是47一晚上，valet的话是59一晚上，他们这边的停车费好像都还蛮贵的。刚才入境有一件事情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不是有美国的 Global Entry 嘛？你入境的时候，不管是下飞机啊，或者是从加拿大开车进美国啊，或者是从任何地方入境美国，我们是有那个快速通道。如果美国的朋友有这个 Global Entry 入境加拿大的时候是不能走快速通道的，但是从加拿大入境美国的时候是可以走 Nexus 那个通道。如果想要用的话，可以在我们这个 Global Entry 的基础上，让加拿大办一个 Nexus 的这个证，添加到我们的这个 Global Entry 上。刚才富贵一进来也说，这是房间是升级的吗？这没升级的得长啥样啊？我们今天历时2天，终于来到了温哥华。大家算一下，我们这次就是单程来温哥华花了多少钱？总共花了425，其中的136是昨天的酒店，1300卖2000公里，充电总共花了209，剩下就是吃饭的钱，就是零零散散吃饭的钱了。我们要坐飞机，就是一个人，往返，大概应该是700-800块钱左右。一个人往返700-800，咱们2个人就是1600块钱。还要租车呀？对，如果咱们租车2周你就算15天，15天。一天你就算100加币，100加币就70美元嘛，15天差不多就1000多美元嘛，那1000多美元加上刚才那个机票就是1600，就是2600美元，这是不算那个酒店的钱啊，因为酒店钱你不管你开车还是你坐飞机，你都得花这个钱。但是我们这个走过来这425是单程，所以如果 double the price 就是粗略算就是1000块钱，省下1600，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好好吃海鲜，多吃点好吃的。咱们就拍一个温哥华吃什么？温哥华吃什么？对，那好吧，那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圆满完成开着电车来温哥华，我们觉得感觉非常好，非常有成就感，非常的激动，非常期待明天哦。那下次见了，拜拜。